究竟是一起怎样的案件，竟然能被称作新加坡第一悬案？案发距今已经过去40年了，可到现在案件仍然没有侦破。据说受害人被做成了咖喱饭，塞到大街小巷的垃圾桶里。这起人肉咖喱饭事件在当年吓坏了很多人。新加坡一直是个犯罪率较低的国家，被认为是全球最安全的国家之一。可为什么这起案件会一直悬而不破呢？新加坡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国家，它的国土面积不大，甚至还没有我们的县级城市义乌大。也正是这个原因，他们训练空军就得跟其他国家签合作协议，借用别国的空域来训练。虽说国土面积小吧，但它的地理位置特别好，是重要的航运枢纽，贸易往来频繁，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。新加坡有500多万人口，社会治安良好，是全球最安全的国家之一。从建国开始，新加坡就是个多民族国家，其中华人占比约 74%， 马来人约 13%， 印度人约 9%， 其他种族约占 4%。 在新加坡，印度人的历史很悠久。英国殖民时期，大量的印度劳工被招募到新加坡干基础建设、种植园艺之类的工作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些印度人聚集在一起，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印度特色的区域，被人们称为小印度。他们在这里保留和传承自己的文化，包括宗教和生活方式。后面不断有印度移民来到新加坡，也选择在这个区域生活，这就进一步促进了小印度的发展和壮大。1984年12月中旬的时候，小印度街边的一个垃圾桶里出现了好多的咖喱饭。这些咖喱饭被分装到多个垃圾袋里，把整个垃圾桶都给塞满了。因为数量实在太多，垃圾桶都装不下了，就有一些咖喱被扔在了地上。要知道，新加坡政府可是特别重视环境保护和城市管理的，乱扔垃圾会被处以高额罚款。究竟是谁做了这么多咖喱饭，还这么随便就给扔了呢？清洁工人在清洁这些垃圾的时候，发现这些咖喱饭的味道不太对劲。不过他们当时也没想那么多，就觉得是猪肉变质了，再加上没逮到扔垃圾的人，所以也就没有向上级汇报，这事儿也就这么过去了。直到2年多以后的1月9日，新加坡特别罪犯组刑警马来接到了一位线人的传呼机呼叫。这位线人是一位印度裔，说有重要的线索一定要当面告诉他。一见面他就把所有细节都透露了出来。他说在2年前有3个人在乌节路的一间教堂杀害了一名男子，还把人分尸剁碎了，做成咖喱饭沿街丢弃。一般来说，线人提供的线索只要对案件侦破有实质性的帮助，就能获得奖励。可这位线人给的线索特别具体，不光提供了时间地点，连当事人的名字都讲得特别清楚。虽说新加坡恶性案件的发生几率不高，但线人能提供这么详细的线索，这也引起了马来的重视。他赶紧把情况向上级汇报，上司调查了线人的背景后，立马增派人手协助马来办案，还吩咐马来每天都得向他汇报案件的进展。尽管获得了上司的支持，可案件毕竟已经过去快3年了，想要找到尸体和作案凶器的机会可以说是微乎其微，而且当时的刑侦技术也不像现在这么先进，因此想要找到物证是极为困难的事情。目前的调查工作只能先从受害者的背景方面着手。马来查阅了失踪人口档案，发现当年受害者的妻子拉米亚确实报过案说丈夫失踪了。这位失踪的丈夫叫阿雅卡诺，38岁，印度裔，在新加坡公用事业局度假营当看守员。他和妻子生育了2女1子，他的妻子拉米亚也是个看守员，只不过2人的工作地点不同。在他们家族里，好多人都干这份工作，可以说是一个看守员世家。1984年12月18日，拉米亚去警署报案称，丈夫说要去马来西亚的云顶酒店度假，从12号出门之后就完全没影了。照她这么说，她丈夫12号离开家后就失联了，可她为什么1个星期之后才报案呢？马来赶到阿雅卡诺的工作单位去调查，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。按照公司的记录，1984年12月12号，阿雅卡诺没去上班，也没跟公司请假。公司第2天打电话到家里去问，结果拉米亚却说丈夫去云顶酒店度假，昨天就走了，难道他没请假吗？公司就觉得挺奇怪的，阿雅卡诺之前确实提交过从21号开始的年假，怎么会12号就不来工作呢？而且他从来都没有旷工的情况，怎么会不打招呼就跑去度假呢？
不过那时候没有手机，联系不上本人，公司就觉得他可能是把休假的日期给弄错了。可没想到18号公司再打电话去问，才发现阿雅卡诺还没回家，这才赶紧催促他妻子报案。警方当时考虑到阿雅卡诺已经是一名38岁的成年男子，或许是因为行程耽误了几天，所以没有足够重视他的失踪。马来在调查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些别的疑点。大家都知道云顶酒店是东南亚著名的综合娱乐城，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赌场。马来发现阿雅卡诺还欠着公司一笔贷款，那他怎么会有钱跑到马来西亚去赌博呢？其次，阿雅卡诺以前都没有去云顶赌博的记录，所以他妻子的说法非常可疑。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，调查人员在出入境管理处根本就没有找到阿雅卡诺的出境记录，所以可以肯定他失踪的地点就是在新加坡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阿雅卡诺的妻子似乎在刻意隐瞒真相。警方决定对这个家庭展开深入调查。经过调查发现，阿雅卡诺和妻子的关系并不和睦。阿雅卡诺平时爱好喝酒，但是酒品极差，每次喝多了就对妻子拳脚相向。本来在新加坡家暴属于重罪，轻则罚款监禁，重则鞭打判刑。但是在印度，30%的女性从15岁开始就遭受家庭暴力，施暴者包括丈夫、父母以及其他亲属。在他们的传统观念中，女性的地位比较低，就得忍受家里的暴力，报警可能会被视为家庭的耻辱。虽然这家人生活在新加坡，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，拉米亚宁可忍气吞声，也不想家丑外扬。可妻子的忍让并没有让阿雅卡诺有所收敛，他反而变本加厉，把家暴变成家常便饭。长时间生活在这种暴力的环境下，拉米亚也受不了了。他好几次带着孩子逃回娘家。拉米亚的娘家有母亲和3个兄弟，起初他们知道拉米亚受欺负，也只是上门找阿雅卡诺理论，但他的暴力行为却变本加厉，甚至把拉米亚打进了医院，这也彻底激怒了拉米亚的家人。他们找到阿雅卡诺对峙，双方爆发了激烈的冲突，两人家的关系也变得非常糟糕。虽说丈夫是个会家暴的渣男，但考虑到3个未成年的孩子，拉米亚还是咬着牙和他继续过日子。根据这家人的背景资料，马来探员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他猜测阿雅卡诺有可能被这家人一块谋害了，因为拉米亚的兄弟们可不是好惹的，其中一个兄弟就曾经因为拿着武器抢劫被关了18个月，另外一个兄弟是个屠夫，就是个卖羊肉的。他猜测拉米亚受不了丈夫这么多年的家暴，所以他们就计划着一起把阿雅卡诺给解决掉。可要让一个人凭空消失，单靠一个人肯定不可能做得那么完美，而且丢弃尸体的过程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事儿，所以这家人可能都参与进去了。为了避免打草惊蛇，马来探员先是走访了周围的邻居，接着他又陆续传唤了30多名可疑人员。在掌握了一定的证据后，调查组定于3月24日凌晨2点突然行动，让拉米亚一家措手不及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警方大规模出动，兵分多路突袭多个地点，花费了7个小时，成功逮捕了8名男女，其中包括拉米亚本人、他的母亲、3个兄弟和兄弟媳妇。面对警方的审讯，这家人显然是提前做足了准备，全都表现出一问3不知的模样。警方只得加大审讯力度，采用疲劳轰炸的方式。渐渐的，这家人开始撑不住了。警方从这8个人的口供中拼凑出了大概的案发经过。1984年12月12日，这家人从早上开始就一直待在案发地乌节路教堂附近的宿舍里。中午3兄弟出门后，带着阿雅卡诺一起返回。大约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，几人用武力制服了阿雅卡诺，然后用铁棍把他打晕。他们先击碎了阿雅卡诺的脑袋，接着切分成小块，最后放入大锅内，用白米饭混合制作成咖喱。咖喱饭被分成了10几包，几兄弟带着媳妇沿着教堂一带的街道扔到垃圾桶里。他们用扔剩饭的这种方式来毁尸灭迹，就算被人发现了，也不会有人联想到那是人肉咖喱。虽然案发经过已经拼凑出来了，可是却没有物证来指证他们。这都过去3年了，所有的物证还有阿雅卡诺的尸体恐怕早都被埋到垃圾堆填区里，想要找到他们简直就跟大海捞针一样难，单凭口供很难将他们定罪。虽然新加坡历史上有无尸体判死刑的案例，发生在1963年的酒吧女郎石菊清被杀案，
当时受害者被尸沉大海，控方找到了不少环境证据，才让凶手成功入罪。但在本案中根本没有环境证据支持，控方不得已要求法庭宣判他们获得无事审视，也就是说，如果在将来某天找到证据，还是可以将他们控上法庭。案发到现在都过去40年了，虽说警方认为阿亚卡诺早就遭遇了不测，可却没有办法将嫌犯绳之以法。这个案子成了马来探员职业生涯里的一大遗憾。从某些程度上来讲，阿亚卡诺也算是自找的，不过他倒也罪不至死，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？另外，你们觉得这个案件还有被侦破的可能性吗？